本来你是驾 X50的是吗？啊，对对对。然后为什么你会走回去换 GSC GS3？因为 X50 不跑的。现在可以跑得赢它吗？哇，肯定跑得赢它，没有 speed cut， 我可以加到230。再踩。很快，都是踩完啊，都是踩完，感觉真的是不一样。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并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 POV 乱拍系列啦。这辆车 GSC GS3，之前我呢就去到槟城拍了一个 vlog， 就刚好那个 YouTuber 朋友呢就出了一辆，当时就第一次人生中去摸去看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有 Valvetronic 嘛。后来我才发现到一点哦，原来这辆车没有的控制手动模式，也没有换挡拨片的，就对这辆车印象深刻。后来呢，我其实已经有试驾这辆车，你们不妨可以关注我这个频道，我们之后会试驾一个原装的。那我也很好奇呢，买了这辆车的车主的驾驶心得，我也很想访问很久了。我们接下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车主 Ivan， 你好 ，Hello， 嗨，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我一问在我的 story 啊，问有谁可以借我 GS3，结果他就很快的就回复我，因为我有一上你的 video。哦，谢谢。问一下你这辆车买了多久？7、8个月。有改装什么东西吗？原装车。你确定吗？然后我如果找到一些改装东西，你怎样？你应该是找不到。OK， 等下我抓一下，我一个个抓哈。第一个抓的是他车牌要改哦，卡顿牌的也是改吗？你改一个 LED 灯也是改吗？对。那时候你买的这辆车价钱是多少钱？120多钱，现在105千。就是很多车主在我的影片留言上就说，之前买了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想。个心啊！是啊，哇，真的是多一个20多千出来了。一样的东西是吗？没有，一样东西没有。如果你 cut spec 我还可以讲啊，便宜一点，完全就是一样东西，然后就买了。那今天买的这个颜色呢，就是我觉得它最 sporty 的、最好看的，很适合这辆车很搭配。我觉得 GSC GS3 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它很多设计元素是来自于自己，那它不会去抄人家，我要贯穿式尾灯，它全部都是自己的风格。Valvetronic 是它主打了，我觉得。对，唯一一个特点。然后你有去改装吗？Delay muffler 嘛。Delay muffler 嘛。原装车。原装呢，其实有2个排气管啦，一个是有 valve 的开关的。原装声音没有很大声，但不过我们来听到 muffler delay 哦，开了吗？这个开了。然后我们关一下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踩一下可以吗？开一下可以吗？然后踩，再踩 ，OK。喂，讲真的，很适合现在车的形象，很适合你的现在车的形象，真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这么 sport 的车，然后有这样的声音，其实蛮好听的。其实这辆车的 Walk Review 你们可以看我之后的影片，我其实拍了一个原厂的。当然你要买这辆车的话，也不妨可以联络我，或者是我的 sales 哈。里面呢就是改了气氛灯，对，全马第一辆。有人跟着你做吗？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啦，因为他们不会杀去 customize。因为它原装后面是没有气氛灯，对，在这里要另外拉。就这边，然后64种颜色可以跟着音乐变动的啦。对，然后前面呢，其实它是本来也是有气氛灯的，就躲在这个门把里面。你如果在太阳底下，你基本上是看不到里面来的。所以你要亮到晚上看到那个青灯那个。原装配搭这一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原厂177匹马力，270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一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Intercooler 是走水的，是在上面的，这个是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啊之一啦。本来你是驾 X50的是吗？对。然后为什么你会走回去换 GSC GS3？因为 X50 不跑的。真的吗？哥哥有一辆 X50，我们2个就拿去赛跑哦，结果越跑越觉得
这么我的 X12跑不过我哥哥 X12，因为他买 flagship， 你买我买 premium，所以对 engine 都不一样啊，它是比较紧的。它是比较紧一点咯。然后他又做很多改装，我又原厂车哦。结果你就在那边找同样价钱可以买到什么可以比它更快的？对。现在可以跑得赢它吗？哇，肯定跑得赢它。可以啊，肯定跑得赢。这辆车没有 speed cut 哦，没有 speed cut，最多230。哇，我可以加到230。这样使这8个月以来，你喜欢它什么东西？唯一的特点 electric valve，就是因为原装有了，不用 void warranty 哦。对，不用 void warranty 啊。然后警察也不会抓你哦。放谁啊都 Bobtronic，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很帅啊，我就觉得。讲真的，这个 Daylight 我觉得是最帅啊，然后它的缺点就是车主本身他不喜欢，就是头灯是在下面。这个价位你可以给到你一个 lift 在前面。哦，已经有原厂有 lift 了，玻璃 kit 有了，全部美了。哦，外观不用再改了，因为其实外观对我来说已经很好看了。对 ，OK， 因为 X50看线了。对对，就是这个 signal，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它这个 signal。啊，对，这个是我 review walk around 的时候我讲过，它的 signal 是最好看的，它 signal 很美，3片很 premium 的那种感觉，很 premium。它的动力方面哦，当然很快哦。这样你觉得它的动力好之外，它的牙箱是不是跟 X50不一样？哇，牙箱真的是跟 X50不一样，它进牙特别顺，又快又顺。来，我们来讲一下你不喜欢的一点缺点是什么？最明显的哦，每一个 M 尊车主就是没有的 gear knob， 没有的 pedal shift。就是没有的控制，对，没有的控制机的牙。接下来缺点就是那个 meter， 它是 digital 的嘛。假如你好像跑到160啊，你不知道你自己跑这样快啊，因为它没有显示那个针给你。还有就是它的 double lag，double lag 真的是很严重，你踩油真的是要等个1点多秒，它才会进那个牙给你。为什么它会 lag 呢？它 double 比 X50大力嘛，现在就比 X50快。哦，这样油门上面有没有比 X50 delay？对吧？油门上面有啊，它比 X50 delay。有样东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一定是跑 ECU 对那个又要问warranty哦。不会问warranty 的。2样东西，什么东西哦？Plug and play。play。如果不爽它，还是要 claim warranty 拆不了。还可以拆掉啊，真的。不信的话带你看，走。OK guys， 我们现在已经装好了 XLR， 还有 GTS。感觉到那个动力有提升吗？有，肯定有啊。其实 GTS 5啦，它是最新的版本啊。它其实除了它会帮你调那个进气的压力啊，给油给多少啊，最重要就是 boost 一定有 up 啦。所以呢，加多一个40匹左右的马力，跟一个60多个牛顿米的扭力是的确是有分别的，我相信啊。我们把那个 XL1 调到去 race， 那个油门是你 feel 一下有没有感觉到不同去？哇，很快哇，还没有那个没有原地那个哦，油门没有这样累哦，没有这样累哦。Oh my god！ 要转左。那个前面的蓝色的车，感觉不同哦，很不同哦。就以我家这辆车这样久以来，它 OK 正常来讲呢，你是踩油哦。I feel that power, bro！ 我真的 feel 到 power。Oh my god！ 真的不同。油门提升，动力提升，对你的好处就是除了安全性提升，然后其实不管是改车不改车的人啊，老人家也是可以用的哦。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父母还是在港蹦啊什么啊，他们在小路要超车的时候啊，油门跟着车的时候油门delay啊，怎样办？对面车又来着。对，所以是一家大小，男女老少都可以用。做一个0到100测试，我们现在是用第7个 mode 嘛。OK， 等下我们就换回0，你就懂那个感受了咯。我们现在放 Sport，3、2、1 Go。Sport。我那个边。哦，很快哦。其实一般上我试车都是我自己给反应嘛，然后你都没有拍到我的脸哦，现在终于有了看到车主的脸是
极开心的，你懂吗？掩盖不住啊，不好意思啊。现在我们用着不同的角度去给人家看不同的车，感觉美好是吧？美好，完全很美好。等下你去回刚刚那个地方，我调回0，开玻璃。不要走啊！不要放我走啊！那我们现在所有东西给它关掉 ，GTS 把它调去0了 ，XL 调去 normal 啦，3、2、1 go。哦，有明显了，很明显，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才到100。Sport。我那边。哦，有啊，有不一样哦。它都不一样啊，那种感觉真的。我连坐的人都感觉到，刚刚在第7个模式的时候啊，最极致的时候，它的2号牙一开始那个 boost 更高，一直推着出去到3号牙还是有啊，现在反而整辆车软掉去。是啊，都是踩弯啊，都是踩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啊！其实装这个也不只是要快啊，通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会很安全哦，你很敢去加速哦，你不用怕。喂，我不想bro， 那个油门真的，我一放低的那刹那哦，它就一放 brake 了，它就冲出去那种感觉哦。哇，其实我没有踩，我踩那28了。但我一放 brake， 它就那种 clutch 直接 engage 了啊。bro，S 难怪，切，很冲那个 S 哦。是啊，现在反而 D， 我觉得 OK 好加，可是我那个油门我就点那一点点，它就有力去哦。Eco mode 这个是，你可以。我在 Eco Comfort 那个时候。我才踩那几十%的油门，我也没有把它踩完下去，认真踩完。哇靠！我认真在体会，其实我都没有踩完一点点。哇，这辆车根本就是一个小钢炮 ，bro， 很小钢炮了。其实真的，它比 X50还好驾。OK， 我们 handling 不要讲啦，我们讲那个油门反应，它的那个 engine 给到的那种动力啊，它是很像热血那种感觉的。对啊，没有 X50还是比较偏家用一点的。OK 了，如果你给我硬要说它的缺点哦，我就是觉得除了没有换挡之外，我觉得它的 meter 就比以前 X50还是舒服一点的。我觉得它可以再做更加精致一点的话，对，更多 mode 啊可以换的话会比较好。而 X50至少还可以给你换那个 RPM 是在中间，红色的那个。Sport， 哇，有没有？有，换牙都有那个声音了，穿柴油。追 GLC bro。我们试一下 reverse 的动力有没有提升哦？哇 ，reverse 很够力哦。做一点点 launch 啊，一点点 soft launch。我先说我的第一个印象好不好？第一个就是怎么这辆车好像变了另外一辆车这样。是啊，它本来就是，它有力，可是它不会太冲。现在变成了一个车，好像不懂吃了什么错药，然后突然要冲，一直要冲。GTS 5跟那个 XLR 装上去啊，你的使用感受是什么？很快哦，就反应它给的反应是很快。这样你的油门的踩踏有没有提升？提升，肯定是提升了啊。没有这样累了啦。没有这样累啊。没有剧本啊，真的是没有剧本啊。没有剧本。那个动力呢？那个车冲出去那种感觉有没有提升？哇，整个轱辘是这样啊。是啊，真的，整个轱辘是这样。踩下去哦。装了这个 XLR 还有 GTS 5提升的动力，还有油门的反应，还有Turbo Lag情况也变少了。对，它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啦，所以你不用担心 warranty， 随时 plug and play。你要 claim 车的 warranty 的话，你都可以 bypass 拆掉，然后拿去 claim 再回来。然后现在 Race Chip 也给出一个 offer 啦，就是它给出2年的warranty， 还有呢 lifetime 的 software update。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装了这个
GTS 5。然后如果呢未来呢有一些新的 software，好像可能还会再提升动力的话呢，它都是免费帮你这个 update 下去的啦。当然，如果想要询问更多的话，不妨可以 PM 我，或者是直接浏览他们的官方网站呢，去一直更多详情的。今天的话，非常感谢 Ivan 在这边，谢谢，谢谢你，不妨可以 follow 他的 IG，follow 我的 IG。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那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 ，Goodbye，拜拜。 Oh my god！ 哇，不要啊喂！还有这样的，哇！看看，哦，我才一点点哦，啊就飞哦。